嗨，我是诺丽，今天想分享3个暖心故事。故事1 ，78岁外送员的逆转人生，陌生人用爱心募了500万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叫的一杯星巴克，可能改变了一个老人的后半生？故事主体：田纳西州的女子 Brittany Smith 某天透过 DoorDash 订了一杯外送咖啡，当她随手查看门铃监视器的画面时，愣住了。送餐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吃力地一步一步爬上他家的台阶，手里提着咖啡袋，脚步颤抖却小心翼翼。Brittany 没办法装作没看见，她追出去找到了这位老先生，亲自把$200的小费塞进他手里，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，没想到答案让他眼眶红了。您这么大年纪，为什么还在送外卖？老人叫 Richard， 今年78岁。他告诉他，他本来已经退休了，可以安享晚年的，但是太太生了病，药费愈来愈贵，养老金根本撑不住。为了让太太继续吃药，他只好重新出来工作，一份一份的送外卖。Brittany 听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回家，打开电脑，发起了一个募款页面。他以为能帮 Richard 筹到几千美元就不错了，没想到故事传开后，12000多名陌生人点进去，捐款金额在短短几天内突破了51万美元，约台币超过1500万。结尾升华，一杯咖啡的距离，让一个老人不必再在风吹日晒中爬台阶。有时候，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只需要你愿意多看他一眼。故事2，洪水中，邻居合力救出98岁老奶奶。她已经活了将近1个世纪，但这一天她差点就走不过去了。故事主体：夏威夷遭遇了近20年来最严重的洪水，火山泥浆淹没了整个街道，家园一栋栋从地基上被冲走，成千上万的人紧急撤离，海滩上满是残骸。就在这场灾难中，有一位98岁的老奶奶被困在自己正在进水的家里，她无法自行离开，救援队还来不及抵达。这时候，邻居们站出来了，他们没有等待，没有犹豫，几个人合力，小心翼翼地把老奶奶拖起来，就像捧着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一样，稳稳地把她从洪水中救出去。这一幕被拍下来，在网络上疯传，无数人留言：这就是人心啊！没有等待，没有分裂，没有犹豫，只有爱在行动。结尾升华，天灾夺走了很多东西，但夺不走人与人之间那份我看见你，我不会丢下你的温柔。当政府还没来，邻居先到了，这就是人类最美好的样子。故事38岁的她，为了让字不再跳舞，发明了一副眼镜。她只是一个小女孩，但她用3年的时间做到了大人都没有做到的事。Millie 来自英国大曼彻斯特，患有阅读障碍、失读症 dyslexia。对她来说，读书不是累，是痛字会在页面上移动、跳跃，让她头痛欲裂，完全无法集中。但 Millie 没有放弃阅读，她开始思考，为什么没有人发明一种可以帮助我的东西？她才8岁，她开始研究颜色对视觉的影响，了解视觉压力的原理，某些颜色的滤镜可以让字在页面上稳定下来，减少视觉混乱。于是他设计了一副可以变换颜色的眼镜，让每个有阅读障碍的人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色调，让字安静下来，让阅读不再是折磨。3年后，他11岁，带着这个发明去参加英国一项工程竞赛。超过7万份作品中， Millie 的眼镜脱颖而出，夺得大奖。他说，他希望有一天能筹到足够的资金，把这副眼镜真正量产，送到每一个需要他的孩子手中。有人说失读症是一种障碍，但 Millie 把它变成了一份礼物给自己，也给成千上万个和他一样在文字里迷失的孩子。有时候，最能解决问题的人，正是那个最了解问题的人。
最后想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在干嘛。我这阵子在种年租屋处的地板，听起来很平凡，对不对？但就是在蹲在地上一块一块粘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想到一句话：生活是自己一点一点创造出来的。可能是一块地板，可能是一顿自己煮的饭，可能是你今天决定打开这支影片。这些小小的选择，都是你在建造自己的生活。我也提醒了自己，能有个地方住，真的很值得感恩。世界上有太多人，连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都没有。今年我想继续稳定创作，把更多这样的故事带给你们。如果你有想看的题材，或是你自己身边也有暖心的故事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几个故事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让更多人也能看到这些温暖。生活不 lonely， 因为有诺丽陪你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